女儿在加拿大读博6年，找了个本地人结婚。6年后，我和老伴飞去看她，可推开门，看清女婿那张脸的瞬间，我俩当场愣住了。2018年9月12号的事儿，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我送林静去首都机场，她一个人拽着2大箱子，全是28寸的，后背还鼓鼓囊囊的背了个双肩包，穿了件浅灰色的风衣。在安检口那儿，她转过身来冲我摆手。那时候她才22，满脸都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妈，放100个心吧，我肯定好好学，奖学金给你挣回来。她笑得跟朵花似的。我眼看着她过了安检，人影都找不着了，眼泪就止不住了。老公林志远在旁边拍拍我肩膀，劝我说，孩子大了，总得自己出去闯。咱砸锅卖铁供他，不就是为了让他能有个好前途吗？为了让闺女去多伦多管理学院读那个硕士，我跟他爸把家里唯一的那套老房给卖了，凑了55万。加上林静自己考研时候没日没夜打工攒下的8万，拢共63万。2018年那会儿，把这笔钱换成加元，大概是12万出头，正好够他在那边3年的学费跟吃喝拉撒。林志远就是个普通中学的数学老师，我在社区医院当护士，俩人工资加一块儿，一个月刚过万。房卖了以后，我们就租了个65平的旧单元楼，月租2300。但这些事我们一个字都没跟林静提过。每次视频，他问我们过得咋样，我们都笑着说挺好的，你别分心，好好读你的书就行。他刚去加拿大的头2年，真是乖的不行。每周3次视频，比闹钟还准时。周1晚上8点，周4晚上8点，周6下午3点，一次不落。他就在镜头那头，兴高采烈地给我们讲多伦多的新鲜事。妈，我今天去看了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可壮观了。爸，我论文拿了的，导师都夸我了。你们猜我买啥了？老干妈，8.99加元1瓶，贵得离谱，但我还是咬牙买了。每次看他那股高兴劲儿，我跟林志远就是自己再苦再累，心里头也觉得值了。可到了第3年，也就是2020年底那会儿，情况就变了，视频次数明显少了，从1周3次缩到1周1次，又变成2周1次，到后来1个月能通上2回视频就算不错了。我发个消息过去，他总是隔半天才回。妈，不好意思啊，刚在图书馆，手机调的静音。妈，导师临时加了个会，才开完。妈，这周论文压力太大了，我先忙了啊，回头聊。每次理由都挺充分，听着也合情合理。可我这心里头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当妈的直觉告诉我，这孩子准是有事瞒着我们。2021年春节，他没回来，说什么学校有个要紧的研讨会，错过了就得延期毕业。那年30晚上，我跟林志远就守着冷清的出租屋，电视里放着春晚，俩人吃着年夜饭，心里头空落落的。到了2021年6月，他又说想继续读博。爸妈，我导师说了，我挺有学术潜力的，建议我读博，学费生活费都有奖学金，不用你们再掏钱了。林志远当时高兴的不行，好啊，咱家也要出个博士了。我也替他高兴，可心里那股不安反倒越来越重了。到了2021年下半年，视频就变成了2个月才一次。有时候我主动打过去，他不是说正忙着，
就是随便应付几句就挂了。每次视频的背景都是他那间小公寓，墙上贴着世界地图，桌上堆满了书。但我注意到他的脸越来越瘦，眼底下黑眼圈都出来了。静静，你可别太拼了，身体要紧啊！我心疼的嘱咐他。没事妈，就是论文多了点。他笑了笑，但那笑容明显有点勉强。我想问他到底咋了，是不是导师给他穿小鞋了，还是同学欺负他了？可每次话到嘴边，看他累成那个样子，就又咽了回去。林志远也觉出来了。有天晚上他躺床上，突然问我，你说静静会不会出啥事了？我也觉得不对劲。我说，可他不说，咱问也没用。要不咱去加拿大看看他？林志远试探着问。咱这点家底儿，连张机票钱都凑不齐。我叹了口气。那阵子我跟林志远算是豁出去了。他接了好几个晚自习的辅导班，周末还出去给人补课。我在医院主动要求加班，周末又跑去附近的诊所干兼职。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赶紧攒够钱，去加拿大看看闺女到底咋回事。2022年2月18号凌晨2点多，我手机突然响了，是林静的视频请求。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心里咯噔一下，这个点儿打电话准没好事。我赶紧接起来，旁边的林志远也被吵醒了，凑过来看屏幕。视频里林静坐在床上，卧室灯没开，昏昏暗暗的，她头发乱糟糟的，脸色也难看。妈，爸，你们睡了没？她声音压得很低。没呢，咋了？出什么事了？我这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他沉默了有5-6秒钟，咬着嘴唇，眼眶开始泛红。我有件事得跟你们说。啥事？你说。林志远也紧张的不行。我结婚了。那一瞬间，我跟林志远全都懵了。啥玩意儿？结婚了？你说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我结婚了，上个月的事。林静又说了一遍，声音直发颤。林志远的脸刷的就变了。什么时候的事？男的谁啊？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知道你们肯定会生气，所以才……他低下头，不敢看我们。生气？我们当然生气。林志远嗓门一下子就上去了。这么大的事，你就这么瞒着我们？你把我们当什么了？志远，你先别急。我拦住他，转头对屏幕说，静静，你慢慢说，对方是谁？是中国人不？不是。他摇摇头。那是哪国人？加拿大人。干啥工作的？多大岁数了？家里什么情况？林志远连珠炮似的追问。林静半天没吭声，好一会儿才挤出几个字，他在加拿大上班，具体的事等你们来了就知道了。什么叫等我们来了就知道了？我急了，你现在就给我说清楚。妈，我真的现在说不清楚。他眼泪终于掉下来了，等你们来加拿大见了面，你们就全明白了。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林志远声音都在抖。你说实话，那个男的到底有没有问题？没有，爸，你别乱想。林静擦了把眼泪，他对我挺好的，我们是真心相爱的。那你为啥就是不肯说？我紧跟着问。因为我怕你们接受不了。他声音越来越小，到最后几乎听不见了。接受不了这3个字一出来，我跟林志远俩人对视了一下，心里头更毛了。你到底嫁了个什么样的人？林志远说话都带颤音了。
爸妈，我跟你们保证，他真的是个好人。林静哭着说，等你们来了，亲眼看看就明白了。我现在真的没法跟你们说清楚，那你起码把名字、岁数、干什么的告诉我们。我压着自己的情绪，尽量让声音平稳。他叫 Andrew， 37岁，在多伦多的一家投资公司上班。他说 Andrew 听着就是个英文名。37，比林静大了整整15岁。投资公司上班，听着倒像个正经工作。可女儿为什么说我们接受不了？他家什么情况？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兄弟姐妹？我继续问。有，他妈妈还在。林静回答的含含糊糊。那他以前结过婚没有？有没有孩子？林志远问出了我俩最担心的事。没有，他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这话倒是让我俩稍微松了口气。可女儿那种有话又不直说的样子，反而让我们更不踏实了。静静，你跟我说实话。我尽量让语气柔和一点。他是不是身体有什么毛病？还是家里特别穷？或者以前犯过什么事？都不是，妈，你别乱猜了。林静摇头，他身体好好的，工作也稳定，人品也不错。就是他的情况有那么一点特别，我怕你们一下子接受不了。特别？哪里特别？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各种可能。是身体有残疾？是有过案底？还是做什么不正当的职业？妈，我知道你肯定在瞎想。林静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她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你们的想法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改一改。你这么说，我们更担心了。林志远叹了口气。爸妈，求你们信我一次行不行？林静眼泪又掉下来了。我都24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俩是真心在一起的，考虑了很久才结的婚。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回国，让我们见见？我问。因为现在不太方便。他低下头，等过一阵子，你们来加拿大，或者我们回去，到时候再见，行不行？那通视频电话打了将近20分钟，最后林静说她还有事，就挂了。我和林志远坐在床上，俩人大眼瞪小眼。这孩子到底找了个什么人？林志远声音里全是担心。他说让咱们去加拿大看。我说那就去。林志远一拍大腿，咱得亲眼看看那个男人到底什么来路。那一整晚我们俩都没睡着，翻来覆去的，脑子里全是女儿那句话，你们的想法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改一改。什么想法？改什么？第二天一早我就给林静发信息了。静静，妈问你个事儿，你老公是不是比你大挺多的？过了快4个小时他才回，不算太多，37岁。那他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又是快4个小时后回的，没有，他很健康。那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收入怎么样？这次他回得快了点，在投资公司做数据分析师，收入还可以。接下来几天，我们试着再打视频过去，但林静总说在忙，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实验室，要么就是跟导师在一起。偶尔接上了，也是随便说几句就挂了。而且每次都是她一个人，背景永远是那间小公寓，从来没见过她老公的影子。从2022年3月到2024年4月，整整2年01个月。这段时间里，我跟林志远就像蒙在鼓里一样。女儿结了婚，可我们连女婿的面都没见过。每次视频，我俩都会问，你老公人呢？
咋不一块露个脸？他忙着呢，出差了，今天加班，还没到家。他不习惯跟人视频聊，理由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听起来都说得通，可就是让人心里不踏实。2022年7月，我说想去加拿大看看他。妈，这会儿不太方便，我博士开题答辩正忙着准备呢。2022年11月，林志远也说要去。爸，这个月我得跟导师去温哥华开个会，人不在多伦多。2023年春节前，我俩直接把机票订了，这回没提前问他，直接通知的。结果他电话里就哭了。妈，我现在真的没法接待你们，单着家里他妈病了，我们得去照顾。今年春节我们不在多伦多，那是林静头一回过年没回来，24年了，头一次。年30晚上，我跟林志远坐在出租屋里，电视放着春晚，嘴里嚼着饺子，俩人谁都没胃口。你说静静过得咋样？林志远突然来了一句，我也不知道。我眼泪啪嗒掉进了饺子碗里。会不会是遇上家暴了？他压低了声音。这念头我也闪过。闺女为啥死活不让我们见女婿？为啥老躲着我们？为啥每次视频都是他一个人？为啥他脸上的笑越来越少了？该不会是嫁了个动手打人的种，不敢跟我们说吧？这想法一冒出来，就跟杂草似的疯长。我开始盯着女儿视频里的每个细节，胳膊上有没有青一块紫一块，脸上有没有伤，眼神里有没有怕的意思。有一回，我看见她脖子上有个红印子。静静，你脖子咋了？我紧张地问。哦，不小心让门夹了一下。她伸手挡了一下。让门夹的？脖子能让门夹着？我越想越不对劲，大半夜给他发了一大段话。静静，你要是过得不好，一定得跟妈说。他要是敢动你一根手指头，你立马走人。妈跟你爸想办法接你回来。你给我记着，这世上永远有人给你撑腰。他回了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妈，你真想多了。我过得挺好的，别瞎操心了。可我哪能不操心？2023年6月，我们小区有个孩子也在国外念书，跟家里断了联系大半年。后来警察找着人的时候，孩子已经因为抑郁症走了。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反反复复给林静发消息。静静，你在不在？忙完了没有？能不能给妈打个电话？妈想听听你说话。一直到凌晨3点多，他才回了一条：妈，我挺好的，真的。你快睡吧，别担心了。就这么短短一句话，我愣是哭了一整宿。邻居和亲戚老问得我俩压力更大了。你家静静啥时候回来啊？听说在加拿大结婚了。女婿是哪的人啊？啥时候办酒席啊？我们都等着吃喜糖呢。都结婚2年了，咋还没见过女婿的面啊？每回碰上这种问题，我跟林志远只能硬着头皮笑，含含糊糊的应付几句。还在加拿大呢，工作走不开。他是加拿大人，工作比较忙。酒席的事儿还没定，定了通知大家。可我能看出来，人家眼神里全是不信和好奇。有一回，林志远的亲姐姐直接问：你们该不会连女婿长啥样都没见过吧？林志远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半天憋不出一句话。那天晚上，他一个人闷头喝了半瓶白酒。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也没低过头。他喝的舌头都大了，可现在连自己闺女嫁了个什么人都不知道，这叫什么事儿啊
2023年8月，林志远血压开始不稳了。有一回量血压，高压直接飙到165。医生警告他，您这个岁数，血压控制不好，很危险。别太着急上火，情绪要稳住。不着急？怎么可能不着急？我失眠也越来越厉害，每天夜里躺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闺女的事儿。她到底嫁了个什么样的人？为啥死活不让我们知道？各种乱七八糟的猜测在脑子里打转，翻来覆去睡不着。2023年11月，我实在扛不住了。志远，咱必须去一趟加拿大。我跟老公说，不管静静愿不愿意，咱都得去看看他。去！林志远一巴掌拍在桌上，就是把这条老命豁出去，我也要看看那男的到底是人是鬼。我俩开始攒钱。林志远每天早上5点半就爬起来，去学校食堂帮忙，一个月能多挣1300。我在医院主动申请连轴转上夜班，夜班费比白班多400块，周末一天都不歇。他去给学生补课，我去诊所打零工，一个月下来能攒下4500块。到了2024年3月，终于攒够了2张去加拿大的机票钱，外加在那边的2周住宿费，一共花了35000块。这是我俩大半年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全部家当。2024年3月25号，我瞒着林静，在网上订了4月20号飞多伦多的机票。订完票，我犹豫了好半天，最后还是给他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快10声才接。妈，他声音里透着疲惫。静静，我跟你爸订了去多伦多的机票，4月20号到。我直接说了。电话那头没声了，安静了特别久。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又急又紧张。妈，你们咋突然？他声音开始发抖。2年多了，静静。我打断他，你结婚2年多了，我俩连你老公的面都没见过。再这么下去，我跟你爸真要疯了。可现在真不太方便。哪回你说过方便？我语气有点冲了，回回都不方便，到底啥时候方便？电话那头又没声了，我听见他轻轻抽泣。妈，我得先跟他商量一下。他声音里带着哭腔。跟他商量？见自己爹妈还要商量？静静，你到底在怕啥？我问。我不是怕，我是怕你们。他说到一半又卡住了。怕我们啥？怕你们接受不了。又是这句。从他宣布结婚到现在，这话说了不下10遍了。不管他啥样，我们都得见。林志远在旁边插嘴，声音硬邦邦的。林静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那行吧，你们把航班信息发给我，我去机场接你们。他声音里没有一丁点高兴，全是沉重和不安。挂了电话，我跟林志远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担心。接下来几天，林静陆续发了几条信息。爸妈，你们来的时候得做好心理准备。当着他跟你们想的可能不太一样，但我希望你们相信我的选择，行吗？每一条信息都让我们心里更没底。心理准备？啥心理准备？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到底哪儿不一样？我开始收拾去加拿大的东西，给林静带了她最爱吃的零食，辣条、虾条、牛肉干。给女婿备了礼物，2罐好茶叶龙井，2条中华烟，1瓶茅台。林志远说，万一人家不抽烟不喝酒咋整？那就留着咱自己用。我说，
我还给林静捎了几件衣服，都是她以前喜欢的那种。飞机落地那天，多伦多下着小雨，我跟林志远一人拖着一个行李箱，从到达口出来，一眼就看见了林静。她站在接机的人群里，穿着一件黑色的薄外套，头发比视频里看到的又长了一些，脸色还是不太好，瘦的下巴都尖了。看见我们出来，她扯出一个笑，快步走过来：“爸妈，路上累不累？”“还好。”林志远上下打量着他，眼神里全是心疼。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静静，你咋又瘦了？是不是不好好吃饭？”“吃了，最近论文忙，运动少了，肉都松了。”他笑着打岔，接过我手里的行李箱：“走吧，车停得有点远。”他转身走在前面，步伐很快，像是怕我们多看什么似的。我跟林志远对视一眼，跟了上去。停车场里，他指着一辆深灰色的2厢轿车说：“上车吧，租的，我平时不怎么开车。”车子驶出机场的时候，雨刷一下一下的刮着挡风玻璃。我坐在后排，看着窗外陌生的街景，心里头七上八下的。车子开了将近50分钟，最后停在一栋老旧的公寓楼跟前。那楼看着至少有30-40年的光景，灰色的外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有几扇窗户的玻璃都裂了缝，拿胶带胡乱贴着。我跟林志远拖着行李箱，跟他爬上了4楼。楼道里的灯有一半是坏的，墙皮剥落了一大片，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陈旧味道。林静在门口站住了，她攥着门把手，半天没拧动。她咬着嘴唇，眼圈红红的，直直的看着我俩。“你想说啥？”我问。我怕你们。”他话说半截又咽回去了。“怕我们啥？”林志远也觉出不对了。“怕你们看到他之后会……”他眼泪啪嗒掉下来了。“会咋呀？”我嗓子眼发紧。“会接受不了。”他总算说出来了，声音里带着哭腔：“会觉得我嫁错人了。”“你这孩子说啥呢？”我上前攥住他的手：“只要你过得舒心，我们咋会觉得你嫁错人？可是他真的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他哭着说：“不一样就不一样呗，有啥关系？”林志远也凑过来：“我跟你妈大老远飞过来，不就是为了见他吗？别哭了，开门吧。”“爸妈，我求你们。”林静拉着我的手：“等会儿进去以后，不管看见啥，你俩都得稳住，行不行？不管看见啥。”这话说的我心里更没底了。“你到底怕啥？”我问。“我怕你们接受不了他的。他说不下去了，捂着脸哭起来。”我跟林志远对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出了不安。“静静，妈问你，他是不是身体有啥毛病？”我轻声问。“不是。”他摇头。“那他是不是精神上有啥问题？”“也不是。”“那他到底……你们见了就知道了。”林静抹了把眼泪：“我真的现在说不出口。”“说不出口？到底啥事儿让他这么为难？快开门吧。”林志远催他：“我跟你妈都累了，想见见你老公，好好吃顿饭。”林静深吸一口气，咬咬牙，终于拧动了门把手。咔嗒，门开了条缝，里头传来厨房的动静，锅铲碰锅底的声音，油烟机嗡嗡响，还有水龙头哗哗淌水。空气里飘着炒菜的香味，闻着像宫保鸡丁。林静推开门，先进去了。我跟林志远拖着行李箱跟在后头。公寓不大，进门就是客厅，大概30来平，摆着一张双人沙发，一个茶几，
一台小电视，墙上挂了几张照片，离得远看不清。地板是木头的，年头不短了，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右边是厨房，门开着，能看见里头有人影在忙活。林静站在客厅中间，两手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他朝厨房那边喊了一声：“他们到了。”声音直发抖。厨房里的动静停了，水龙头关了，油烟机也关了。脚步声响起来，有人从厨房往外走。我跟林志远下意识地挺直腰板，盯着厨房门口。一个人影出现在门框里，个子很高，得有1.85米出头，穿了件白 T 恤，外头套着围裙，手里拿着条毛巾正擦手。他抬起头朝我俩看过来，脸上挂着挺热情的笑，嘴里说着什么，应该是英语。林静说过她老公是加拿大人，我一句没懂。林静给翻译了，她说：“欢迎你们来。”她朝我们走过来，边走边解围裙，脸上的笑挺真诚，也挺热乎。步子很快，3、4步就到了跟前。然后他抬起头，整个人完全暴露在客厅那盏昏黄的灯底下。那一瞬间，我跟林志远全傻了。行李箱从手里滑下去，砸在木地板上，咚的一声闷响。我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林志远的脸刷得白了，嘴唇哆嗦个不停。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男人跟我们心里想象过的任何一种样子都不一样。不是脸上有胎记，不是腿脚有毛病，不是什么糖尿病，这些都不是。他的五官怎么说呢？太干净了，眉毛修得整整齐齐，睫毛又长又翘，皮肤白得几乎透明，下颌线的弧度柔和得不像话。1.7米出头的个子，骨架纤细，白 T 恤穿在身上空空荡荡的，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他的笑容很好看，好看的不太像一个37岁的男人，倒像是谁家20出头的大姑娘，剪了短发，换了男装，站在那儿硬撑着一个丈夫的身份。我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但就是不对。他朝我们走过来，步子不快不慢，腰板挺得笔直。叔叔阿姨你们好，他说。中文发音很标准，带着一点南方口音，声音清亮，尾音微微上扬。我跟林志远都没动，他就那么站在我们面前，笑容挂在脸上，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林静站在旁边，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嘴唇咬得快要出血。客厅里的气氛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妈，爸，林静终于开口了，声音抖得厉害。这是小安。小安？不是 Marcus 吗？怎么又变成了小安？我的脑子像是一团浆糊，什么都理不清。叔叔阿姨请坐吧，我去倒茶。那个叫小安的人转身往厨房走，转身的那一刹那，我看见了他的后颈，白 T 恤的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截细长的脖梗，没有喉结。我当了30多年护士，男人的脖子和女人的脖子，我一眼就能分出来。男人的喉结就算再小，也会有一个微微的凸起，可他的脖子光滑纤细，线条柔和，跟林静的一模一样。我的手猛地攥紧了行李箱的拉杆。林志远显然也注意到了，他的脸已经不是白了，是铁青，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小安端着茶从厨房出来，4杯绿茶，热气袅袅地升起来。他把茶杯放在茶几上，每一个动作都轻而缓，像是在刻意控制着什么。
叔叔阿姨，喝茶。他说，声音还是那么清亮。林志远没动，我也没动。林静站在我们中间，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妈，爸，我知道你们肯定有很多问题。静静，我开口了，声音干涩的不像自己的。你跟我说实话。妈，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我就是问了。客厅里安静了足足有5秒钟。林静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啪嗒啪嗒砸在地板上。小安低着头，2只手垂在身侧，攥成了拳头。妈，林静的声音几乎是挤出来的。小安她是女的。我是想过很多种可能的，想过女婿身体有残疾，想过他穷困潦倒，想过他离过婚有孩子，想过他比我们年纪还大。可我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你说什么？林志远的声音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低沉沙哑，带着一股压不住的怒火。爸，你听我说。我问你他是什么？林志远猛地站起来，声音一下子拔高了8度。你告诉我是男是女？林静被吓得往后退了半步，小安一步跨上来，挡在了他面前。叔叔。小安抬起头，直视着林志远的眼睛，声音虽然有些发颤，但很坚定。叔叔，我是女的。我跟静静，我们是真心相爱的。真心相爱，这4个字像一把锤子砸在我心口上。我看着面前这个女孩，不，这个女人。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但发际线的弧度是柔软的。她的眉毛修得英气，但眉骨的起伏是平缓的。她穿着男士的 T 恤和长裤，但肩膀的宽度和胯骨的比例骗不了任何一双见过女人的眼睛。她就是一个女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我的女儿嫁了一个女人。这个消息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到脚底。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发不出任何声音。林志远站在原地，胸口剧烈的起伏着，脸涨得通红。你疯了！他盯着林静，一字一句地说，你疯了。爸，我没疯。林静擦了一把眼泪，声音突然大了起来，我很清醒，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跟谁在一起。小安她爱我，我也爱她，这就够了。够了。林志远的声音在发抖，你管这叫够了？那什么叫够了？林静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嫁给一个男人就叫够了，生儿育女就叫够了，像你跟妈一样吵吵闹闹过一辈子就叫够了。你，志远。我一把拉住他的胳膊，把他拽回到沙发上。客厅里又安静了，安静的能听见墙上时钟的滴答声。我深吸一口气，转向林静。静静，你坐下。林静看了我一眼，慢慢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小安想跟过来，我抬手拦了一下，让他说。我看着林静，你一个人说。小安停下了脚步，站在几步之外，2只手垂在身侧，指尖微微发颤。林静深吸了一口气，开始说了。他说得很慢，像是每一个字都要从心底里挖出来。我跟小安是2020年认识的，那时候我刚到多伦1年多，英语说的磕磕绊绊的，在学校里也没什么朋友。那天我去学校附近的一个小书店买教材，他在书店打工。我找不到那本书，他帮我在书架最底层翻出来的。他蹲在地上找书的时候，头发从帽檐里掉出来一绺，我看见了，就知道她是女的，但我没说什么。
后来我经常去那家书店，有时候买书，有时候不买，就是去看看他在不在。我们慢慢熟了，加了微信，开始聊天。他叫小安，比我大几岁，在多伦读艺术史的研究生。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女孩子，但他家里人不知道，他一直没敢说。林静说到这儿，停了一下，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小安。小安的眼睛红红的，但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2021年冬天，多伦下了一场大雪。林静的声音轻了下去。那天我在学校待到很晚，出来的时候地铁已经停了，手机也快没电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给他发了条消息。他二话没说，从他住的地方坐了1个多小时的夜班公交，跑到学校来接我。我到公交站的时候，他站在雪地里，围巾上全是雪，脸冻得通红，手里还攥着一杯热巧克力。他把热巧克力递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知道了什么？我问。知道了这辈子就是他了。林静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骨头里长出来的，扎扎实实的。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母女俩就那么对视着，谁都没移开目光。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喜欢女孩子的？我问，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林静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大概高中吧。他说，高2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一个女生，学跳舞的，个子很高，头发很长。每次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我都会心跳加速。我以为那是羡慕，羡慕她长得好看，羡慕她气质好。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不是羡慕，是心动。我一直不敢跟你们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接受不了。你们辛辛苦苦供我读书，砸锅卖铁送我出国，不就是希望我能有个好归宿，嫁个好人家吗？可我偏偏喜欢女孩子。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所以我想跑得越远越好。我申请了加拿大的学校，想着离你们远了，也许就能把这些念头都压下去。可我压不住。在多伦的那些年，我试过跟男生交往。有一个学金融的加拿大男孩，条件很好，对我也挺好，可我就是没有那种感觉。他牵我的手，我全身都在抗拒，他靠近我，我只想逃。后来我放弃了。我对自己说，算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改不了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件事。林静抬起手，擦了擦眼泪，比接受小安这个人难得多。客厅里又安静了，安静的能听见窗外的风声。林志远坐在沙发上，低着头，2只手撑着膝盖，肩膀微微发抖。我看不见他的脸，但我能感觉到他整个人都在绷着，像一根快要断掉的弦。我伸手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僵硬的，指节像是被焊住了一样。志远，我轻声叫他，他没应。志远，我又叫了一声。他慢慢抬起头来，眼眶红得像要滴血，嘴唇上全是咬出来的牙印。他没有哭，但他那个表情比哭还让人难受。他张了张嘴，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我出去抽根烟。他站起来，拖着步子往门口走。爸！林静喊了一声。林志远没回头。爸，你别跟着我。他的声音闷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门开了，又关上了。走廊里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楼梯口的方向。林静站在原地，眼泪无声的往下淌。小安终于没忍住，走过来，
轻轻地揽住了他的肩膀。静静，小安的声音很轻很轻，没事的，没事的。我看着他们两个，一个哭得浑身发抖，一个红着眼眶拼命撑着，两个人就那么站在客厅中间，像是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了。我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小安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有害怕，有紧张，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是倔强，又像是认命。阿姨，他说，声音有些哑，我知道您跟叔叔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没关系的，我可以等。等什么？等你们愿意接受我。他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让人心疼的认真。1年不行就2年，2年不行就5年，5年不行就10年，我会一直等的。我看着他的眼睛，干净透亮，里头没有一丝闪躲。这孩子是真的爱我闺女，不是嘴上说说那种爱，是一个在雪夜里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只为送一杯热巧克力的那种爱，是一个愿意剪短头发，穿上男装，假装成一个丈夫，只为了陪我闺女演这场戏的那种爱。这样的爱，就算是2个女人之间的，又怎么样呢？我伸出手，轻轻地拍了拍小安的肩膀。你叫 Andrew？ 我问。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是，阿姨，池塘的池，念想的念。Andrew， 我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点了点头，好名字。小安的眼眶一下子红了。阿姨，别哭。我说，声音有些发哽，我还没说完呢。我深吸一口气，转头看向林静。静静，妈问你几个问题。林静擦了擦眼泪，使劲点头。第1个问题，他对你好不好？好。林静说，声音笃定的像是在说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他对我很好。第2个问题，你跟他在一起快不快乐？快乐。林静的声音又大了一些，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第3个问题，我顿了一下，你有没有想过将来？想过。林静说，我们想过将来。他说他想开一家小画廊，我说我想在大学教书。我们想在多伦买一个小房子，不用很大，够2个人住就行。我们还想养一只猫，名字都想好了，叫团团。孩子呢？我问。孩子的事你们想过没有？林静和小安对视了一眼。想过。小安接过了话头。阿姨，我们商量过了，等我们经济条件再好一些，我们会考虑领养一个孩子，或者用辅助生殖的方式。不管怎么样，我们会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完整的家，这4个字从一个女婿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觉得不一样。可我看着小安认真的表情，又觉得他说的完整的家跟别人说的大概是一样的，有爱，有陪伴，有担当，这不就是家吗？我点了点头，没再问下去。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多伦多的傍晚来得早，才5点多钟，天边就已经泛起了橘红色的光。我走到窗边，往楼下看了一眼。林志远站在公寓楼下的一棵枫树底下，手里夹着根烟，没点。他就那么站着，仰着头，看着这扇窗户。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们，不是在看林静。我掏出手机，给他发了一条消息：上来吧，外面冷。过了大概2分钟，楼梯间响起了脚步声，一步一步，很慢，很重，像是每一步都要花很大的力气。门开了，林志远走进来，身上带着一股秋天的凉意。
他的眼睛还是红的，但表情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吓人了。他看了一眼林静，又看了一眼小安，然后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你也坐，他对小安说。小安愣了一下，看了看林静，又看了看我，小心翼翼地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4个人隔着茶几面对面坐着，像谈判，又像和解。林志远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不是那种憋得住话的人，但他这会儿明显在努力控制自己。你叫什么名字？他问。Andrew 叔叔，他回答道，又补充了一句 Andrew Miller。不过如果叔叔觉得不顺口，叫我小安也行。多大？37。哪的人？多伦多，不过我小时候在渥太华住过几年。家里做什么的？我爸是中学老师，已经退休了。我妈在医院做行政，也退休了。他们住在渥太华，离这儿开车4个多小时。你爸妈知不知道你跟静静的事？小安沉默了。不知道。他低下头，我没敢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跟你们一样。小安的声音很轻，他们辛辛苦苦把我养大，指望着我能嫁个好人家，过正常的日子。我要是告诉他们我喜欢的是女孩子，他们会崩溃的。所以你就瞒着。林志远的声音又高了一些。我没有别的办法。小安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叔叔，我知道您觉得我自私，觉得我把静静拖下水了。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试过，我真的试过。试过什么？试过不去喜欢他。小安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试过离他远一点，试过假装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可我做不到。每次看见他，我就挪不动脚。林志远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客厅里又安静了，安静的让人心慌。过了不知道多久，林志远突然开口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叔叔您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小安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林志远问的不是你能不能离开我女儿，而是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打算跟静静好好过日子。我会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他读博压力大，我就多分担一些家务。他想回国发展，我就跟他一起回去。他想留在国外，我也陪着。他要是哪天变心了，不喜欢你了呢？那我就放手。小安说，没有任何犹豫，只要他幸福，我怎样都行。林志远盯着他看了好几秒，然后他的目光移到了林静身上。静静，你过来。林静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林志远看着他，眼眶又红了。你告诉爸。他的声音有些发梗，你是真的想好了，还是脑子一热？爸，我想好了。林静蹲下来，握住他的手。我想了很多年，想得很清楚。我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叛逆，我就是这样的人。你知不知道以后会多难？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林志远的声音突然大了。你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吗？你知道亲戚朋友问起来我怎么回答吗？你知道逢年过节你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别人问我女婿怎么没来，我怎么说吗？爸，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妈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你过得不好。林志远的声音一下子哑了。我们不怕丢人，不怕别人说3道4，我们怕的是你受委屈。你嫁给一个男人，受了委屈还有个地方说理。你跟他在一起，受了委屈你找谁去？林志远说完这句话，终于没忍住，眼泪夺眶而出。60多岁的人了，当着女儿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林静抱住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爸，不会受委屈的，他不会让我受委屈的。你咋知道？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怕我受委屈。林志远哭了一会儿，慢慢收了声。他用手背擦了擦眼泪，转头看向小安。小安站在几步之外，脸上全是泪，但没哭出声。他只是咬着嘴唇，拼命忍着。你过来，林志远说。小安走过去，站在林静旁边。林志远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林静，长长的叹了口气。我现在说接受，那是骗人的。他的声音很闷，但我也知道，我拦不住你。静静，爸这辈子没求过谁。他看着他，眼睛红红的。爸就求你一件事。爸，你说，你得好好的，不管跟谁在一块儿，你得对得起自己。要是哪天不开心了，难过了，过不下去了，你就回来。爸这儿永远有你一口饭吃。林静哭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拼命点头。小安站在旁边，深深的鞠了一躬。叔叔，谢谢您。别谢我。林志远摆了摆手，我不是接受你了，我是没办法。这句话说得又倔又心酸。我在旁边听着，眼泪止都止不住。可我知道，林志远能说出没办法这3个字，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他是一个多倔的人啊！当年单位分房子，别人都找关系走后门，他不，他说我凭什么低3下4求人？我妈住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没救了，他不信，跑了4家医院找专家，最后硬是把人从阎王殿门口拽回来了。他这辈子认准的是，没人能让他改主意。可今天为了女儿，他说了没办法，不是认输，是认了。认了女儿的选择，认了他的人生，认了他不是他想让他成为的那个样子。可他还是爱他，比任何时候都爱。那天晚上，小安做了一桌子菜，他手艺不错，红烧排骨炖得软烂，清炒时蔬火候刚好，还特意做了林静最爱吃的酸菜鱼。吃饭的时候，林志远喝了2杯酒，他喝得有点急，脸很快就红了。小安，他突然开口。小安放下筷子，叔叔，你会做饭？会。会做家务？会。会赚钱。目前在画廊做策展，收入不算高，但够用。林志远嗯了一声，又喝了一口酒。那你会不会生孩子？志远，我踢了他一脚。我就是问问。他嘟囔了一句，脸更红了。小安低下头，沉默了2秒。叔叔，我不会生孩子，但我会给静静一个家，一个完整的家，一个温暖的家。林志远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端起了酒杯。我不喝酒了。小安赶紧摆手，我胃不好，医生不让喝。那就以茶代酒。林志远说。他举着杯子，等小安端起了茶杯。我对你没什么要求。他说，声音有些含混，我就一条，别让他哭。好。小安说，声音有些发梗，叔叔，我答应你。2个人的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一声响。我低下头，假装在看碗里的饭，眼泪却啪嗒掉进了碗里。我们在多伦多待了10天，这10天里，我一直在观察小安。他早上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早饭做好了才叫林静起来。他会在林静看书看得忘了时间的时候，端一杯热牛奶放在他手边，不说话，不打扰，放下就走。他会趁着林静不在的时候，把家里的角角落落都收拾一遍，连林志远随手扔在沙发上的外套都被他叠得整整齐齐。
他会在我们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悄悄起身去把晾干的衣服收进来，叠好，放进衣柜。每一件都是小事，可每一件小事都在说一件事，他爱我闺女，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是细水长流的那种，是藏在每一个日常里的那种，是就算全世界都不理解，他也会默默守在他身边的那种。第4天的晚上，我跟林志远在阳台上坐着。多伦多的夜晚很安静，远处有几栋高楼亮着灯，近处是黑黢黢的树影。你觉得咋样？我问。啥咋样？小安。林志远沉默了好一会儿。是个好孩子。他说，声音闷闷的，就是啥？就是不是个男的。我忍不住笑了。你笑啥？我笑你。我说，你都60多了，还在这纠结人家是男是女。我不纠结。林志远急了，我就是觉得别扭。那你就别扭着呗。我说，日子是静静过的，又不是你过的，他觉得好就行。林志远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说了一句，你说静静小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苗头了？什么苗头？就是不喜欢男孩的苗头。我想了想，林静小时候确实跟别的女孩不太一样。别的女孩喜欢洋娃娃，她喜欢拼图；别的女孩喜欢穿裙子，她喜欢穿运动服；别的女孩扎堆聊明星八卦，她一个人窝在角落里看书。可这些东西能说明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说，但他就是他，不管他是喜欢男的还是喜欢女的，他都是我们的静静。林志远又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叹了口气，也是。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林静把一个信封塞到了我手里。妈，这个给你们。我打开一看，是2张照片，一张是林静和小安的合影。2个人站在学校内，林静笑得很开心，小安搂着她的肩膀，眼睛里有光。另一张是他们的结婚证，英文的，我看不懂，但照片上2个人的样子我看得懂。林静穿着白衬衫，小安也穿着白衬衫，2个人的头发都剪得很短，笑得眼睛弯弯的，像2个大男孩，又像2个幸福的人。妈，我知道你跟爸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林静的声音有些哽咽，没关系，我可以等。我等了这么多年才等到他，我不怕再等一等。我握着那2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我把照片收进了包里。好好过。我说，妈，好好过，别让自己受委屈。林静扑过来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我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的，就像她小时候做了噩梦，我拍着她哄她睡觉一样。孩子再大，在妈眼里永远是那个需要哄的孩子。回国那天，小安开车送我们去机场，一路上他开得很稳，不时从后视镜里看一眼后座的我们。到了机场，办完值机，该过安检了。林静抱着我，抱了很久。妈，回去以后你们好好的，爸的药别忘了吃。还有，他松开我，擦了擦眼泪，谢谢你们。谢啥？谢谢你们没有。没有啥？没有不要我。我看着他的眼睛，眼泪终于没忍住。静静，你记着。我握着他的手，不管你跟谁在一起，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永远是妈的闺女，妈永远不会不要你。林静哭得说不出话来。林志远站在旁边，一直没怎么说话。等林静转过去看他的时候，他才清了清嗓子。静静，你那个小安。他顿了一下，他要是欺负你，你告诉爸。
爸坐飞机过去收拾他。林静破涕为笑，爸，他不会欺负我的。那可不一定。林志远嘟囔了一句，反正你记着，爸给你撑腰。林静使劲点头。过了安检，我回头看了一眼，林静还站在原地朝我们挥手。小安站在他身后，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两个人就那么站着，隔着人群远远地看着我们。夕阳从机场的落地窗照进来，把他们两个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个影子靠在一起，像是一个人。我朝他们挥了挥手，转过身，走吧。林志远说。我们并肩往前走，谁都没说话。走了10几步，林志远突然开口了，你说静静以后会不会过得挺好？会的，我说。你咋知道？因为他选的那个人是真的对他好。林志远沉默了一会儿，嗯了一声，那就行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踏实。窗外多伦多的天空很蓝，一架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钻进了云层里。我抬头看着那架飞机，心里头忽然就松了。不是不担心了，不是不心疼了，是信了。信女儿的眼光，信她的选择，信她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当爸妈的能做的不就是信她吗？3个月后，林静发来一段视频。视频里，小安在厨房里做饭，围着一条蓝色碎花的围裙，锅铲翻飞，动作利落。林静在镜头后面笑，你转过去，让妈看看你做的什么菜。小安转过身来，对着镜头憨憨一笑，阿姨，我做的是红烧肉，静静说您最爱吃这个。她的头发长了一些，没再刻意剪短，软塌塌的搭在耳朵边上，笑起来的样子就是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子。林志远凑过来看了一眼，嘟囔了一句，红烧肉放糖了没有？林静在视频那头翻译给小安听，小安赶紧回答，放了，但放的不多，叔叔您血糖高，我特意少放了糖。林志远哼了一声，嘴角却是往上翘的。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忍不住笑了。窗外的阳光正好，手机屏幕里两个女孩子挤在一起，笑得很傻，很甜，很真。我把视频又放了一遍。林志远嘴上说着别看了有什么好看的，眼睛却一直没离开屏幕。我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吧？不是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是一地鸡毛里有人愿意陪你一起扫，是全世界都不理解的时候，有人站在你身边说没关系，我懂。是你可以做自己，不用假装，不用躲藏，不用觉得对不起任何人。林静找到了那个人，而我们找到了接受的方式。